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我本神明》故事解说。七砂堂的驻地之外，气氛肃杀紧绷，有守门人厉声呵斥来人，严禁任何人靠近七砂堂的堂口。这名不速之客态度强硬，直言自己此番前来只为带走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就是林震天。守门人见状，忍不住放声嘲笑林震天，提及林震天昨日被七砂堂堂主打成重伤，即便如此也不肯松口吐露秘密，是出了名的硬骨头。守门人又打量着眼前的来人，嘲讽对方已是半截身子入土的病秧子，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放肆叫嚣。来人并未理会守门人的聒噪挑衅，只是语气冷淡的开口询问，质问林震天当年从那位顶级存在手中接过的至宝究竟藏在了何处。躲在暗处的林震天听到熟悉的气息与问话，瞬间情绪激动，颤抖着出声呼唤来人，确认是老祖亲临。时隔50年，林震天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等候半生的老祖，心中满是欣喜与动容。林震天回忆起50年前的往事，当年老祖陷入沉睡之前，将能够掌控万物生机的生息界托付给自己保管。这50年来，他始终谨记嘱托，死守着这件至宝。为了躲避各方势力的追杀与抢夺，常年东躲西藏，颠沛流离，数次身陷险境，险些守不住老祖托付的宝物。如今终于等到老祖现世，林震天自觉完成了使命，郑重地将生息界归还给老祖。老祖接过生息界，看着毕生坚守油尽灯枯的林震天，语气平和地告知他，其寿元已然耗尽，强行留存时间再无益处。随后老祖询问林震天是否还有尚未了结的心愿，自己可以尽数帮他完成。林震天心怀感恩，随即对着老祖深深叩拜，道出了自己唯一的执念。林震天坦言，自己在躲避七砂堂追杀、四处逃亡的过程中，不慎将年仅6岁的孙女弄丢，这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。他苦苦恳求老祖，若是可以，希望能帮忙寻回自己的孙女，或者孩子平安长大。若是能完成这件事，自己就算身死也毫无遗憾。老祖听完后，当即应允了林震天的请求。林震天满心感激，再次郑重拜谢老祖。随后老祖催动自身神通，调动天地之力，口中默念法诀，天地为之让路，玄影随行而动，专门探查林震天孙女的下落。画面一转，年幼的小女孩正身处孤儿院中，被一名张奶奶当众训斥刁难。张奶奶认定小女孩偷拿了东西，对着她厉声呵斥，嘲讽小年纪就学会了偷窃。小女孩满心委屈，急忙开口辩解，哭着说自己手里的玉坠是爷爷留给自己的，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。一旁的小伙伴也主动帮小女孩作证，告诉张奶奶，小女孩从进入孤儿院开始，身上就一直带着这枚玉坠，根本不存在偷窃的说法。可张奶奶根本不听孩子们的辩解，态度愈发蛮横，不仅怒斥孩子们联手撒谎，还直接下令惩罚，禁止3个孩子吃当天的晚饭。张奶奶依旧不肯罢休，继续逼迫小女孩交出偷来的其他物品。面对小女孩再三的否认，张奶奶恼羞成怒，打算动手教训小女孩，扬言要好好教她做人。就在张奶奶即将动手的瞬间，一道清冷的身影骤然出现，气场强大。张奶奶被突如其来的人震慑，下意识停下动作，警惕地质问来人的身份。来人正是应允了林震天嘱托的老祖，他语气平静地告知众人，自己受小女孩爷爷的托付，专程前来接小女孩回家。年幼的小女孩看着眼前陌生又温柔的哥哥，心中既有害怕又有依赖，小声哭诉着想念爷爷，心中满是惶恐。老祖温柔安抚小女孩，告诉她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她。说完便牵起小女孩的手，准备带她离开孤儿院。小女孩脚步顿住，抬头恳切地看着老祖，说出了自己的心愿。她表示自己在孤儿院里还有3个要好的朋友，这3个朋友平日里会分馒头给她吃，还会教她洗衣服，照顾她。她希望能够带着3个朋友一起回家。老祖原本只承诺了林震天，只带回他的孙女，但看着小女孩纯粹善良的模样，思索片刻后便应允了他的请求，直言4个孩子一同带走并无差别。4个孩子瞬间喜出望外，纷纷欢呼起来，终于不用再待在压抑的孤儿院，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为了保护4个孩子的安危，老祖取出4枚护身玉戒，亲手为每个孩子佩戴妥当。他叮嘱孩子们，这枚玉戒能够护佑他们平安，往后若是遇到任何危险，自己都能通过玉戒感知到他们的处境，一定要好好保管玉戒。4个孩子满心欢喜地收下礼物，纷纷真诚许诺，长大之后一定要好好报答这位哥哥，一辈子对他好。还有孩子直言想要永远陪在哥哥身边。自此之后，老祖便肩负起照顾4个孩子的责任。他谨记对林震天的承诺，将4个孩子带回林家老宅悉心抚养。整整15年的时间里，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无忧无虑成长，拥有顺遂的人生，老祖选择隐匿自己的今天身份，褪去所有光环，隐居俗世。
他从不张扬自身能力，只是默默动用自己的人脉与资源，为4个孩子铺垫前路，给他们提供最顶尖的教育资源。孩子们从小到大的衣食住行、医疗保障都极为顶尖，平日里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磕碰伤病，都会有业内顶尖的医疗团队专门照料。15年悉心栽培，转瞬即逝，4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，顺利学业有成，各自成才。老祖认为时机已到，是时候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知他们，也准备就此抽身离开。老祖提前备好4份厚重的告别礼物，4张可以无限消费的100亿黑卡，以及1瓶能够修复5脏、治愈世间百病、延年益寿的珍稀回生丹，打算当做15年养育的收尾馈赠，送给4个孩子。就在这时，4个长大的女孩纷纷呼唤着哥哥，快步来到老祖面前。不等老祖将礼物和身份和盘托出，其中一名女孩突然开口，语气带着雀跃与期待，告知老祖自己找到了亲生父母，如今亲生父母找上门来，她想要跟着亲生父母回家。老祖闻言，眼神微动，语气严肃地提醒这名女孩，她自幼6亲尽断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亲生父母。可女孩根本不信老祖的话，自顾自地诉说，对方拿着自己儿时的旧照片，开着价值几百万的宾利专程来找她。她从未想过自己的身世竟然如此显赫富裕，笃定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家人。紧接着，第2名女孩也开口告知老祖，自己找到了亲生哥哥，对方是李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想要接她回归豪门，做锦衣玉食的豪门大小姐。第3名女孩也随即出声，分享着自己的喜事。她告知众人自己谈了男朋友，对方是东南亚知名豪门的继承人。2人初次见面，对方就赠送了她一辆法拉利跑车。如今她打算跟着男朋友前往东南亚举办婚礼。看着3个女孩满心憧憬、执迷不悟的模样，老祖无奈开口，逐一戳破了他们遇到的骗局。老祖告知第1个女孩，她口中的亲生父母早已离世，找上门的2人根本不是亲人，而是来自金三角的犯罪团伙。若是她贸然跟随对方离开，最终只会被对方挖心掏肺，落得凄惨下场。随后老祖又揭穿第2名女孩的际遇，直言所谓的李氏集团亲人并非良人，看似是回归豪门的机遇，实则是致命陷阱。她若是执意回去，活不过1年。最后老祖告知第3名女孩，她的豪门男友只是被精心包装过的诈骗犯，所有的温柔与富贵都是假象。4个女孩中唯一保持清醒的林晨烟立刻相信了老祖的话，连忙出声劝说3位姐姐。她提醒大姐，对方是犯罪团伙，让她赶紧拉黑男友，断绝联系，劝说2姐立刻报警，抓捕假冒父母的骗子，叮嘱3姐近期不要出门避险，告知众人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比不上自身性命重要。可3位深陷美梦的女孩完全听不进林晨烟的劝告，反而心生不满，纷纷指责林晨烟心胸狭隘。他们认定林晨烟是见不得自己过上好日子，是嫉妒他们即将拥有豪门生活。他们直言是哥哥害怕15年的付出付诸东流，才故意编造谎言，想要将他们死死捆绑在身边。3个女孩纷纷吐露心中积压多年的不满与怨气，她们抱怨哥哥掌控欲太强，从小到大严格约束他们的生活，禁止他们早恋、出入酒吧、纹身，管控着他们的一切自由。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回归豪门、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哥哥却百般阻拦，不让他们认亲，不让他们奔赴更好的生活。他们冷漠地表示，哥哥养育他们15年是自愿之举，并非他们强求，哥哥本就该对他们负责到底。他们不甘一辈子被困在小小的老宅里，过着压抑束缚的生活，渴望外面的豪门生活，坚定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，不管哥哥是否同意，都执意要奔赴自己所谓的新生活。看着3个女孩冥顽不灵、忘恩负义的模样，林晨烟满心无奈与痛心，忍不住出声质问他们，若是15年前没有哥哥出手相救，将他们从孤儿院接走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读到顶尖学府，甚至大概率活不到今天。可3个女孩对此毫不在意，态度愈发冷漠绝情。时间悄然流逝，3个女孩心意已决，收拾好行李准备动身离开。其中1名女孩还忍不住抱怨老宅的饭菜廉价粗陋，比不上豪门生活的精致奢华。她满心期待着男友筹备的100亿婚礼，一心只想奔赴东南亚的荣华富贵。随后3个女孩拿出一份断亲书递到老祖面前，她们凑出3万块钱放在老祖面前，直言这笔钱用来买断15年的养育情分，从此两不相欠。其中1名女孩更是拿出一块价值50万的手表，嚣张地表示这块手表足以抵消30年的养育费用，指责老祖贪得无厌。他们认为当初是老祖执意收养他们，如今自己找到亲生家人，老祖没有资格捆绑他们的人生，让他们跟着自己吃苦。面对女孩们的无知与傲慢，老祖终于开口，平静地揭穿了他们眼中吃苦生活的真相。老祖告知他们，他们眼中廉价的青菜是专属御厨精心培育的食材，身上穿着的衣物
是苏州特制的云锦面料，平日里饮用的清水是珍稀的天山泉水。他们从小到大享受的是常人一辈子都无法触及的顶级生活。老祖痛心于他们的愚昧，为了出世不久的骗子，甘愿与养育15年的自己一刀两断，舍弃唾手可得的顶级机缘。可3个女孩依旧不肯相信，反而认定老祖是在说大话欺骗他们，执意逼迫老祖签下断亲书，甚至出言威胁，若是老祖不肯签字，他们就报警举报老祖是人贩子，控诉其非法收养，让老祖承担牢狱之灾。他们更是翻出多年前的旧事，恶意揣测老祖的用心，声称老祖在他们7、8岁尚且年幼的时候就给4人戴上戒指，是心怀龌龊的算计，笃定戒指就是老祖图谋不轨的证据。林晨烟见状急忙出声辩解，告知3位姐姐，哥哥赠予玉戒只是为了保护他们，从未有过任何私心，让他们不要恩将仇报。但3个女孩早已被富贵迷了心智，根本听不进任何劝解，直言宁愿从未被老祖收养，这样自己就能早早被豪门父母接走，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看着3人彻底扭曲的心态，老祖最后一次确认，询问他们是否确定要离开，奔赴所谓的亲人与富贵，且绝不后悔。3个女孩异口同声，坚定地表示绝不后悔。见状，老祖不再挽留，应允了他们的断亲请求，同时要求他们摘下贴身佩戴的护身玉戒，告知他们，摘下玉戒之后，彼此彻底断绝关联，他们的生死祸福从此与自己再无半点关系。3个女孩满脸不屑，毫不犹豫地摘下玉戒，甚至出言嘲讽，认为多年来的平安顺遂都是自身运气好，和这枚不起眼的破戒指毫无关系。林晨烟在一旁焦急劝阻，提醒他们玉戒多年来一直为己人挡灾避祸，亲手摘下甚至摔碎玉戒，必定会遭到天道反噬，日后遇到危险，哥哥再也无法感知，无法相救，他们一定会后悔。可3名女孩依旧一意孤行，亲手摔碎了护身玉戒。玉戒碎裂的瞬间，一缕黑雾悄然浮现，转瞬消散不见。几人只当是眼花看错，对此毫不在意，满心欢喜地转身离去，彻底与老祖与过往的生活割裂。老祖看着3人决绝的背影，无奈轻叹，直言自作孽不可活，让他们好自为之。3个女孩离开老宅后，很快就见到了等候在外的所谓亲人与男友。众人满心欢喜，以为即将开启豪门人生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暗处的犯罪团伙早已等候多时，暗中窃喜即将得手。团伙成员相互低语，提及张嘉宁的血型与老板匹配成功，只要几人顺利上车，就能完成交易，收割这几个猪仔。女孩们毫无防备，沉浸在荣华富贵的幻想中，丝毫没有察觉危机降临。他们跟着假冒的亲人，所谓的豪门男友一路前行，为了赶上婚礼，放弃了正规通道，选择走水路偷渡前往东南亚。路上，男友假意温柔，解释护照丢失只能走水路，还故作体贴地询问女孩是否辛苦，甚至假意要推迟婚礼，让女孩心生感动，愈发坚定要奔赴这场虚假的百亿婚礼。女孩满心期待婚礼盛况，一心想着在朋友圈炫耀。打脸留在老宅的林晨烟毫不犹豫地答应冒险偷渡。途中，女孩偶然发现原本站在阳台的老祖瞬间消失，心中略有疑惑，可男友3言2语的敷衍就让她打消了疑虑，甚至还暗自嘲讽老祖平庸无能，只会故作姿态。对比自己低调富贵的男友，心中优越感十足。与此同时，老宅之中，林晨烟看着3位姐姐决绝离去的方向，满心失望，彻底斩断了姐妹情分，坦言从此再无这3位姐姐。就在这时，老宅门外迎来了数位身份显赫的大人物，皆是省城顶尖圈层的大佬，有医学界的泰山北斗吴院士，政法界手握重权的刘部、孙氏一族的掌权人孙老。这些只在财经新闻头条出现的人物，尽数齐聚老宅门口。林晨烟见状满心疑惑，以为是3位姐姐报警告状，导致大人物上门问责，连忙上前恭敬询问来意，想要解释清楚误会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数位大佬见到屋内的老祖后，纷纷躬身行礼，齐声拜见老祖，态度无比恭敬谦卑。林晨烟瞬间瞠目结舌，彻底震惊当场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随后众位大佬道出真相，众人此番前来，皆是为拜见脱离世俗、掌控天地法则、寿元无尽的老祖。15年前，老祖正是受林震天所托，才甘愿滞留俗世，隐匿身份，悉心抚养4人长大成人。这些年来，4位女孩能够一路顺遂，成才立业，皆是因为老祖暗中动用滔天资源铺路护航。老祖本打算在离开俗世之前，赠予4人黑卡与回生丹，赐下逆天机缘，护他们一生无忧。奈何张朝华3人贪心不足，忘恩负义，执意断亲绝情，亲手毁掉了这份机缘。知晓所有真相的林晨烟满心愧疚与心疼，对着老祖连连道歉，自责是因为自己心软，
才让老祖收养了3个忘恩负义之人，白白耗费15年心血。老祖并未怪罪他，直言一切皆是3人自身贪心所致，与他无关。随后，老祖将原本4份礼物中剩余的无限额黑卡与珍稀回声丹尽数交到林晨烟手中。在场的大佬随即向林晨烟表明心意。知晓老祖对林晨烟的看重，众人纷纷表态，愿意誓死护他周全。孙氏老爷子当即认下林晨烟做半个孙女，承诺下个月1号为他举办盛大认亲宴，震慑各方势力，避免有人不知敬畏，随意冒犯他。众人还恭敬询问老祖是否愿意出席认亲宴，老祖最终应允了众人的请求。此刻的林晨烟终于彻底明白，自己一直以来误解了哥哥。哥哥看似平凡普通，实则是通天彻地的神人，省城顶尖世家的掌权人见了都要跪拜行礼。他当即拿出手机，拨通了3位姐姐的电话，将所有真相告知他们，提醒3人遇上的全是骗子，他们心心念念的豪门生活根本是一场骗局，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无尽深渊，劝他们及时回头。可电话那头的3人依旧执迷不悟，根本不信林晨烟的话，反而嘲讽他嫉妒自己的机遇，只会说大话吹牛。他们嚣张地告知林晨烟，自己已经抵达边境，穿过电网就是东南亚地界，马上就能过上顶级豪门生活，从此和林晨烟是云泥之别。3人顺利偷渡抵达东南亚地界后，满心欢喜地等待豪车接送，准备参加百亿婚礼。可迟迟没有等来豪车，只迎来了几辆破旧的车辆。就在他们心生疑惑之时，暗处的诈骗团伙全员现身，露出狰狞面目，直言他们就是被骗来的猪仔。所谓的东南亚豪门继承人男友赵丽也终于卸下所有伪装，当众坦白了一切。他嘲讽3人愚蠢至极，当初他们的哥哥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诈骗身份，苦心劝阻，可3人不仅不听，反而为了自己与养育15年的亲人彻底决裂。直到此刻，3名女孩才幡然醒悟，终于明白老祖当初的所有提醒都是真话，自己亲手推开了唯一真心对自己的人，葬送了自己的一生。他们瞬间崩溃大哭，苦苦哀求赵丽放过自己，甚至搬出老祖，扬言自己的哥哥权势滔天，只要打电话求助，哥哥一定会倾尽所有来救他们。可当他们慌乱地拨通电话后，接电话的却是林晨烟。林晨烟看着痛哭流涕、追悔莫及的3位姐姐，态度冰冷，直言一切都晚了，这所有的苦难都是他们自作自受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3名女孩彻底陷入绝望，为自己的忘恩负义、贪慕虚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